大家好啊，还是有一些开心啊。我这个人呢，有很多的缺点啊，这个我有充分的意识。我也不是这么 popular， 很受别人喜欢。但我最近意识到呢，好像啊，我还真有一个优点，有一个好的地方。这个好的地方呢，直接使得最近啊，大马政府给了我50万啊，就是500千马币。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会放到视频的最后去说让我呢先从一个屁的故事来说起啊，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优点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屁字，这个呢，我想大家都熟悉啊，因为大马人很多啊，17岁啊就开始考驾照了啊，早的时候没有这个要求。那现在呢，你如果在大马学习驾照呢，前面要有整整2年的时间，你呢先要去考一张啊，叫做PDL Provisional Driving License， 就是我手上的这一张啊。这一张呢，用第二家园呢，经过简单的做题的考试上课就可以更换到啊。讲简单，也不是这么容易啊。等一下我还是会说到。那么有了这个啊，你这个 P 前后啊，左边贴在车上。整2年的时间，你呢就可以换到另外一张叫 CDL Competent Driving License， 就是一张成熟的合格的驾照。那有了这个驾照就有很多好处啊。这个驾照呢你可以到 JPG 申请1年期的 International Driving License， 在世界各地啊就可以开车了啊。反正有很多好处啊，怎么讲？你变成一个成熟的拥有大马成熟驾照的人，我就拿到了。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样的。但因为外国人呢不能拿电子的就这样，这个让我小失望啊。就这 slip 把它塑封起来我说像一个学生证，但是没有关系，这是我的一个里程碑。我在大马开车整2年啊，其实不止2年啊。我拿了驾照2年，我的 PDL 换成了 CDL， 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事情。那讲这么多啊，讲了驾照，我想要说明什么呢？它可以证明我有一个什么样的优点呢？不要急啊，我现在就讲给您听啊。我觉得我身上呢就有一个做事正规规，然后呢不偷懒，一次性呢以虽然花代价但是呢比较正规的形式把它给做下去。这讲的有一点绕啊，我来说它不是什么，它呢就不是投机取巧，不是小聪明。小聪明我不知道大马人懂不懂啊，在中国是这个一定大家都懂的。它呢就是指就是你去 take 一个 shortcut， 你呢投机取巧你呢是用一个不太费时也不太费力不太费钱想到一个妙招完成这个事情。但这样的完成呢一定呢是有代价的就像你走路到对面马路去，你不是过天桥慢慢过去，你看到下面翻越花篮这个穿过熙熙攘攘的车道就能到对面去，好像你比别人快1倍2倍的时间，但是呢你就有被车给压到的风险，对吧？被撞到的风险我管这种呢就叫小聪明我不去做我要做呢就会正规的一次性把它做完。那你可能会讲不就申请一个驾照嘛，你不就是正常我们每个人都会考驾照，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呢？是有的因为我看到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不是这样去做的。因为当你到达大马的时候，包括我自己也是你刚到大马，你拿着中国的驾照合上翻译件还是可以开车的，有时候警察会认可。那你也可以买车你如果想拥有自己的一辆车，你只要交钱就能够买到车了。你甚至于可以买到保险也可以，他不会管你有没有驾照的根本就不在意，那不就可以正常驾车上路了吗？事实上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去做的。那我呢，我虽然考这张驾照不是很难我第二家园只要更换就好了，但为什么也是大费周章呢？现在就讲给你听。因为我之前节目就有分享过，这个 JPJ 我不太熟光为了去完成这个事情，我前后就跑了8次才能够办到，所以我到11月份才办到了这一张 PDL 实习期的。那现在真正到期了，驾满了2年，换成了 CDL。 OK，那身边的人他没有用这个，他怎么用呢？他就用自己的原先的驾照
那相当于就是没有啊，相当于就是没有驾照，对不对？因为中国驾照在大马法律上是不会受到认可的啊，那么你就有很多的麻烦。比如说我也碰到过，警察会来查，你给他看我的这个实习驾照就不会有问题，而假定你给他看的是中国驾照，加上翻译件 OK， 他有可能会觉得没有问题，那他有可能觉得有问题，你就没有一个合法的证件来驾驶你的车辆，那除了罚款，你还要有可能面对呢，他希望你就去法庭。我不希望面对这种风险，我也不想留下这种记录，我也不要这种麻烦啊，因为这个东西假定会影响你未来 renew 我的第二家园呢，啊，假定它会给你带来这些各种各样的麻烦和问题呢 ，no。所以呢，我讲的正正规规把事情从头办到尾啊，就会就是这样去办。我也有朋友的真实经历啊，他你看能够买车，也买了汽车的保险，什么都有，那不小心跟其他车撞了，这时候他情愿付钱再去私了啊，他没有办法去 claim insurance， 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买车，可以买保险，但是当你去 claim 这个保险的时候，别人就要知道你的合法的驾驶证件是什么。那如果你没有中国驾照，不能算，你没有的话，那保险就没有用啊 ，de facto 是没有用的，对不对啊？那么我办好了这个，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未来我可以正大光明的去拿到 international driving license， 在其他国家，在泰国啊，去新加坡啊，如果我愿意驾车的话，我觉得就这个合法的感觉很好啊，又很自在，也能够享受到生活在大马的一个便利。我知道啊，我还没有讲到50万啊，最吸引你的不要急啊，等一下我还是会一定保险一定会展开到，并且呢这个前后事情都是有一些关联的。我还要说除了这个，对，刚讲到保险那你看到了大马，我也是考虑到比较长远，我们呢把中国家庭买的各种保险都退掉了，我就在马来西亚买保险，买了所有的保险意外的、住院的、人寿的我都买了。很多人会觉得哇，每年这个保险支付的钱很高，而我们身体都很好根本就没有必要买，再不然我自己拿钱生病了再去支付不就好了吗？很少会用到这个每年付的钱加起来不少的我不是这样想的我想的是，当如果碰到一些什么事情，概率确实非常非常小，但是一旦碰到，那这是我们家不能承受的，会不会因此不能承受，我的经济受到影响，我就要回到中国去了呢？那家庭的生活质量也会大打折扣。再讲，我们如果真的都有什么意外，那留给小孩也有一笔很好的这个让他生活下去的动力给到他一些安慰和鼓励。总之我的想法就是就像翻越护栏从中间走不走天桥一样就这样的一个结果，虽然可能性很小会发生不好的结果，但是我能承受吗？万一发生我能承受吗？我觉得我不能，我就不做这样的事情这是第二个案例。好，马上就讲到了第二家园不也是一样吗？对吗？你看第二家园我们就早早的办好等我们那个叫 EMM2H， 就是存上100万马币，那你就能够每5年 renew 只要家庭加起来每年在大马待满90天就可以。那一旦这个开放，2022年的时候我们就去申请就办了，也花了蛮长的时间，好不容易把它办好了，它就带来很多的好处。你看第二家园大马很欢迎你也有专门的通道5年中间可以随意的进出，不要签证那么也有身边的朋友会觉得哎呀这太麻烦了，我不是说那些还差经济实力他在有钱的情况下，有些人也不办呢，觉得我有一个学生签证不就好了吗？这个我可以申请陪读签，带着小孩也可以。但你知道学生签证很麻烦每一年呢都要去 renew 每一年而且每一年 renew 要重新提供一份新的你的资料的这个叫双认证，就是中文加上英文的，到使馆去认证，到翻译机构认证，再提交上去。你的护照也要交给代理，代理交到每个州的这个地方教育局 MOE 批准，再去办理。很多人这个时候完全不能动，也不能出国，因为他的护照这样每一年都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才可以办，这个办起来又是很慢。你看这也是个麻烦如果你换学校，或者学校不帮你办了，那不就又给自己带来还是这句话，生活在大马的这种风险嘛你不要觉得
办第二家园的人很多，第二家园这个项目20多年啊，我告诉你哦，只有5万多个人办呢，很少的啊，你没有听错啊，这个数字。那身边有些人就是通过学签，更有甚者啊，他学签也没有啊，为什么经常进进出出啊，来来去去，一下子去新加坡啦，一下子去泰国啊，因为他是用旅行签证在这里，他只要觉得能够生活就可以了。哇，我觉得我不要啊！哪一次海关觉得哇你是刻意的、没有目的的啊，你是怀着特殊的目的进入大马，你不是旅游，那又给自己带来风险了，对吧？风险还是可能性很小，但这样的结果呢，还是我不能承担的。哦，这种也有啊，像以前有嘉宾就有告诉我啊，他说他认识某一个餐饮店的老板啊，中国人，好像已经开了很多家了，他在这里有一个餐饮，居然他办的是旅行签证啊，他就这样进进出出在做生意，你想想看，那我们这个正正规规还体现在又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开公司 OK， 好，虽然生意很小啊，对了，多谢各位支持啊，这个没有大家的支持 OK 也不会支撑这1年多啊，可是我们在公司设立前，我们早就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早早的就把公司建好了，我们建的还是3.8哈有限公司啊，我们早早就建好了，正正规规，然后你看合伙人也是大马人，我们才开始去经营，这就又是我觉得算是我为数不多的一个优点，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啊，要跟大家分享。有些朋友啊真的非常夸张，有一次一个朋友啊，这个互相聊天，大家驾车出去，他也来几年了，然后呢我说这里白天啊你还是把停车费赶紧付下，你猜他问我什么？他说这个停车费怎么付啊？我怎么才能付停车费啊？我说你没有 flexi parking 吗？你从来没有付过吗？没有，他就是碰运气。所以这种习性啊，你看，其实在我身边的人蛮多的。那我碰到的是不是个例啊？我生活这么多年的经验啊，告诉我应该并不是很多人是这样的。以前去怡保那个司机是印度人，他说如果工作 working 很 hard working， 那么就是日本人如果怎样那是印度人是马来人。他说如果喜欢gamble 的那就是华人。他虽然说是华人那全世界华人都有一点这种风格，有点这种特性，在中国人身上因为法治啊，因为正规的这种意识啊更差，所以就显得这2个字叫赌性变得更强。这也是我今天要分享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之一，这是第一个目的。那我来讲要分享的第2个目的呢，因为我知道也有些中国朋友在看，生活在大马是怎么样的，我想能够了解一些信息，甚至有很多美国、加拿大在欧洲的朋友，我也知道他们也在看，他们也知道生活在大马是怎么样的，那我就来分享我碰到的事情，好的、坏的，我看到的来告诉大家。更有一些大马人他可能不了解中国，不了解其他外国人，我们可以做一个交流其实呢绝对不是什么呢？绝对不是为了说我虚荣我在炫耀，我就说这是我为数不多的优点，我找到了虚荣这种东西在我们这个年龄，我已经40多岁了，早就剔除出去了根本就不在我的考虑之内。他说那你这个我也不希望能够去教导别人去好像我应该去教别人没有，我们这还是分享自己个人的真实的。好，我知道你已经等不及了那我赶紧来讲这50万的事情其实你仔细听的话，我们第2家园你看这一版不就是交了100万马币吗？我们办的还是早的，因为我身边有朋友也你看怎么都有这样的朋友他很早就想办，跟我差不多的时候，但是没有办。我这个 EMM 出去开了1-2年就关闭了，中间不是又等了1-2年才开放现在这一版新的，所以他现在等到现在才想起要办的时候就要去买房，这个就变成他的命运。虽然说买房也挺好的，但我个人觉得买房的 liquidity 差一点，我喜欢 cash 因为 cash 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那我们现在生活了3年，小孩的学费也交了很多，现在就碰到这样的一个好事情，马上就可以办好了。就我交的这个100万马币按照移民法中关于 MM2H 的规定完全是合法的。在申请到一些证明之后，我也在大马花了很多钱，就可以把这其中存在大马原来动都不能动的这个100万中间的一半
就他的50万退还给我，到我的这个活期的账户，我可以自由的使用。哇，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事情。我用更少的 ROI 啊，更大的一个 ROI 啊，应该是更少的投资，获得了在大马不停可以5年 renew 的 Twitch。这我也让我感受到大马对我们的真诚啊，对我们的一种欢迎啊，这个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但已经只是在历史上的 Twitch 啊，现在就得买房了，一个长居在大马的这么一个方案。它呢也得益于我稍微有这么一点点叫做长期主义思考的这样一个习惯。我不喜欢走小路 shortcut， 走大路，走正路本分自己就这点能力，然后呢就踏踏实实的把事情做好。好，这个呢是和大家分享的这么一个故事。当然我觉得还是蛮开心的，我的玻璃窗上现在就少了一样东西了，除了 RFID 就只有 MACD 了，没有这个 P 这张纸了，我非常开心，也谢谢大家一直对我们的支持。好 ，Thank you 就跟大家分享。那么有兴趣呢，加入会员频道，我会分享更多个性化的私人的我们的一些，有时候出去我会拍一些 vlog 我呢每周也会分享自己碰到的事情，而下周的计划，还有呢常常分享我独特的一些心理感受。最近分享了一篇叫我以身中9毒讲在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自己不是讲别人，我自己身上的9个不好的有毒的东西讲给大家听那么1个月只要1杯咖啡钱谢谢大家支持，也可以到我们 OKA 来看一下，支持我们美味健康省时又省心的，也是正规的生意。好 ，Thank you， 拜拜。